朋友们，今天的话题是新冷战的开始。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，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于是人们说新冷战开始了。一天，一个教授在派对上说，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，新冷战就已经开始了。因为俄罗斯想扩大势力范围，教授说，在旧冷战时，苏联和东欧为一个阵营，新冷战以俄罗斯和中国为主，来对抗西方阵营。教授说，在旧冷战时，东方阵营用核威慑严格管控内部，镇压异己人士，来实行铁幕统治。新冷战时，东方阵营也会采用这种办法，但是这会使西方阵营加紧对俄罗斯和中国的制裁，直到他们难以忍受。于是人们看到俄罗斯和中国开始严格管控内部，取消自由媒体，镇压异己人士，减少人员往来。但这一切都不能持久，因为东方阵营的人这种管制会使许多人设法逃离他们的管控，他们那里的生活普遍不如西方那么好，所以那里的人会设法追求他们的自由和幸福。新冷战的第一个特点是核威慑，但这不能真正起作用，因为古巴导弹危机告诉人们，谁也不想死，而东方阵营的领导人也想把他们的孩子送到西方，也追求奢侈品，想过西方式的生活，所以他们是怕死的。第二个特点是和平竞赛。在旧冷战时，东方阵营的生产总值和西方差不多，但质量不行。这样新冷战时间长了，东方阵营的人会感受到制裁的威力，不愿一直过低质量的生活，他们会选择逃离或叛逃到西方。第三个因素是人为因素。在旧冷战时，东方阵营的人羡慕西方人的生活方式，因为他们被管制的时间太长了。新冷战也会发动这种现象，许多人会偷偷从西方带进被禁止的东西，这包括书籍、杂志。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现象会大量发生。网友们，你想知道以后发生的事吗？今天到这里，谢谢收看。